2023年4月13日上午，昆明南站一身橄榄绿涂装的复兴号动车组早已准备就绪。站台旁，乘客们笑容满面，打卡合影、视频直播，好不热闹。8时08分，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殷切期盼，首趟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第887次列车正式发车，一路向南。1小时后，第888次列车从老挝万象站驶出，向北飞驰。相距千里，列车双向奔赴，自此昆明至万象间实现当日通达，友谊之路再添新活力。据小编了解，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使用动力集中型复兴号、澜沧号动车组开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编组9辆，其中动力车1等座车厢和餐车各1辆，2等座车厢6辆，总订员720人。从昆明南站到万象站，2等座票价为542元，1等座票价为864元。中老铁路的亮眼成绩单也让老挝迫不及待开启了第2条铁路，也就是万永铁路的相关建设，预计今年6月动工。那么为什么要修这条铁路？对中老之间的贸易又有何影响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老挝急着建设万永铁路，还要从一家中国企业亚甲国际开始说起。永安港是老挝到太平洋最近的出海港口，该港距离老挝和越南的陆上边境口岸约145公里。从经济地理上看，可视为越南中部、老挝中部和泰国东北部的进出口门户。此前，老挝为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参股了越南永安港20%的股份，是小股东。后来，应老挝政府的不断要求，尤其是在中老铁路的加持下，越南终于同意将老挝在永安港所持有的股份从20%提高到60%，成为控股股东。2022年7月，老挝接管了永安港的运营管理，从这就可以看出中老铁路的影响无所不在。老挝方将投资3亿美元改造升级永安港1号、2号泊位，并新建3号泊位。预计到2030年，永安港口处理的干散货量将由目前的300万吨增加到2020万吨。为此，老挝政府与老挝本土企业 PTL 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名为老挝越南永安港国营企业。老挝政府持有51%的股份 ，PTL 持有49%的股份。永安港目前的主要货物有木屑、钾、石膏、铁矿石和煤炭，其中钾是未来最重要的物资，而这个钾资源则来自于老挝境内投资设厂的一家中资企业。可以这么说，老挝下定决心增资扩股并接管永安港，此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家企业叫亚甲国际。亚甲国际是一家专注钾矿开采、钾肥生产与销售的上市企业。第1大股东为中国供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持股15.6%。亚甲国际的钾资源生产基地就位于距离永安港约180公里的老挝甘蒙省他曲县，按计划2025年将扩建到500万吨的产能，是永安港最大的供给货源。3月24日，中农钾肥有限公司与老挝政府在万象举办亚甲国际甘蒙省智慧型循环工业园项目备忘录签署仪式。据悉，该工业园区总体划分为钾肥工业园、非钾工业园、亚甲小镇3大板块，共占地约2000公顷，预计总投资规模达43.1亿美元。亚甲国际在取得老挝35矿区和179矿区矿权后，于2022年下半年又相继从老挝获得甘蒙省48.5平方公里钾盐探矿权和沙湾拿吉省74.2平方公里钾盐探矿权，这使得亚甲国际的氯化钾资源储量达到11亿吨以上，超过目前中国可溶性钾资源探明储量的10.5亿吨。为了服务好以亚甲国际为代表的市场需求，就需要建立老挝与越南永安港的物流配套基础设施，所以老挝在甘蒙省他曲县规划了甘蒙陆港。从图上可以看到，甘蒙陆港具有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有望打造老挝中部的国际陆路运输组织中心。
南北方向上，通过13号公路向北沿湄公河可至万象，对接中老铁路；向南沿湄公河可至巴色，进而连通柬埔寨。其实这条线也是中老柬铁路线。东西方向上，通过12号公路向西可连接泰国纳空帕农府，辐射泰国东北部；向东可连接越南河静省，直达永安港。该路线也是老挝到太平洋出海口的最短路线。今年1月28日，老挝政府和他曲路港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为期30年的特许经营协议。他曲路港有限公司的初期投资资金约6400万人民币，老挝政府持股30%，其他私企方持股70%，其中湄公河大型物流有限公司持股52.5%，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持股10.5%，极速国际体育有限公司持股7%。值得说明的是，甘盟路港位于老挝普桥经济特区，普桥经济特区占地48.5平方公里，是老挝境内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由老挝总理府直辖。普桥经济特区对标深圳，是中老两国政府于2019年4月关于确认并共同推动产能与投资合作第2轮重点项目的协议下的重要项目。小编前面说了永安港、甘盟路港，如果再加上万象塔纳棱路港，细心的观众就会发现这3港构成了3点一线。今年2月27日，老挝石油贸易公司与越南大山投资股份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研究共同建设万永铁路。万永铁路从老挝首都万象出发，与中老铁路接轨，沿湄公河流域到甘盟路港，然后向东经纳保、查洛过境点，最终抵达越南永安港。规划中的万永铁路全长约550公里，采用标准轨距1435毫米，时速150公里，预计总投资63.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35亿。线路共分2段，第一段从甘盟路港到永安港，全线长约240公里；第二段从万象到甘盟路港，全线长约310公里。目前，万永铁路老挝段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计划在2023年6月开工建设。越南段的可行性研究预计2023年9月获批，计划在2023年底开工建设。若工程推进顺利，万永铁路预计在2026至2027年建成投运。与投建永安港类似，老挝政府与老挝本土企业计划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修建老挝段铁路。PTL 公司持有80%的股份，同时在越南段 ，PTL 也将与越南政府和私营企业合作开发这条铁路。关于这条铁路的资金来源，目前国际金融公司表示有兴趣为铁路建设安排融资。国际金融公司之前还为塔纳棱路港安排了6700万美元的融资计划。万永铁路建成后，我们会发现其与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串联出了一条闭环运输通道。在这条闭环通道中，老挝中北部、越南中北部的准轨铁路网基本形成。有人说，不对，越南不是米轨吗？实际上，越南既有的2700公里铁路总里程中，有约395公里是准轨，占比15%，都集中在越南河内以北，有3条。1. 河内安源到同登铁路套轨单向全程167公里。2. 河内东英到太原铁路套轨单向全程63公里。3. 太原流社到下龙铁路准轨单向全长165公里。套轨就是在米轨基础上增加一条轨，形成了米轨和准轨两用的混合铁路轨及3轨式铁路。目前，越南北部的准轨铁路网只欠老挝、河内、海防这条线路。如果接下来越方落实中越联合声明，则越南河内以北将完成准轨拼图。如此，老挝中北部、越南北部准轨网络成型。届时，河内至万象的标准轨、老挝至柬埔寨的标准轨也势必安排上。按北安则南顺的历史逻辑，整个中南半岛的标准轨铁路网络大局已定。最后，小编简单做个总结，这条铁路对老挝和中国贸易意义重大。1. 万甘段将是万西铁路的一部分。2. 甘永段建成将大大缩短老挝进出口商品出海距离，加快老挝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有利于提高老挝现代化经济建设。
3. 大幅降低老挝大宗矿产品运输价格，使甘锰钾矿总出口成本降低，更具竞争力。4. 大批量将甘锰钾矿直接运往中国沿海、北方钾肥消费核心区，有助于平衡老挝入超局面，有助于缓解老挝外债负担，为中企扩大援助老挝基本建设展现良好前景。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